李长寿控制指道人赶去海神庙主殿时，想到掌门无忧道长的背影，心底感慨不已。仔细想想，自家掌门这般不多问不多管，才符合人教教义中的清净无为。而自己因为有太多的顾虑，且为了保住小命，不断地去躲避因果，斩断因果，与掌门相比，反而是落了下乘。可是没有办法呀，自己已在不该承受这些的年龄、修为层次，承受了大教暗争、大族命运、过于阴武等等难以承受之重。不小心谨慎一点，多一丢丢的伪装，藏一点点的底牌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打作一睁眼，就有某个慈眉善目的光头大爷站在自己面前。逍遥，我看你与我西方教有缘，你这想想就可怕呀。西方教连道门的圣人弟子都敢拐卖，他李长寿现在只是被圣人眼熟，对方抬的手指就能抹杀他，又怎么会不敢对他下手呢？还是等自己实力够了，再说无为二字，再求清净自然吧。到时候自己就躲去兜率宫的后院树荫中睡懒觉，什么都不管就是了。实际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清净无为，也不过是太清圣人强到了谁都不敢招惹。待度过金仙罢了，金仙也只能在洪荒中蜷缩着，还站不起来，最起码呢也要攻城大罗，得几件杀伐、防御、暴击、逃遁兼备的先天灵宝，凝聚成功德金身，抱紧自家圣人大腿，那才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。空想这个无用，脚踏实地的爬上去才是最重要的嘛。李长寿这一句指道人还未钻出地底，就连忙对云霄仙子传声。正在庙内主殿中不断对那只纸人注入仙力的云霄仙子顿时停下动作，面带着少许歉然。云霄此时已将画轴收起，待李长寿的第二具化身飞来之后，主动迎到殿门附近，柔声道：本是想送道友一幅老师亲笔的画作，不曾想毁了道友一具化身，是我有些大意唐突，还请道友莫怪，不知该如何补偿道友才妥当。李长寿的心底一阵抽搐，这云霄娘娘是真的大方啊！我刚刚差点就被那股混元无极大道之运直接给强行拉去渡金仙劫了。见李长寿不答话，云霄忙问：道友方才可损了道行？李长寿笑道：这是一具化身罢了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这如何能不碍事？化身又岂是那般好炼制的？云霄轻轻一叹，又将那画卷拿来。道友还请务必收下此物，此物似与道友当真有缘，不然我这道心实在是不得安稳。言说中，云霄左手轻轻一翻，几件宝物光芒闪烁。还有这些宝贝也请。这是干啥呀？这是非要把我拉上封神之一剑上头怒对圣人送死快车道不成？使不得使不得。李长寿连忙后退半步，顾露几分拘谨。云霄也被李长寿的这般模样逗得一笑，向前迈出一小步，柔声道：使得，如何使不得？前辈您别这样。云霄安慰道：莫要怕，那道运已经被道友感悟，定不会再弄伤你的化身。李长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，这般对话怎么听着像是大姐姐在哄小孩呢？前辈，这圣人老爷所作画卷，晚辈着实是不敢随意收取呀。云霄解释道：这只是老师闲来提笔，并非是什么先天宝物。这意义不同。李长寿面露正色，圣人老爷之物着实是太过非凡，还请前辈收回此宝。云霄仙子又道：那道友一具化身又该如何赔付？区化身罢了。
李长寿目光颇为真挚，云霄却是秀眉轻皱。不对，李长寿的心底突然醒转。我此时明确表示不想收云霄所赠之物，但是云霄娘娘的关注点已是在一具化身的价值上。按洪荒的常识，身外化身其实十分珍贵。身外化身要么是由珍贵宝材炼制而成，要么是由自身用大法力凝聚而成。一具化身折损对炼器士而言通常是不小的损失，只是我把我的指导人搞得太廉价了。像李长寿这种魔改减脂成人神通，又凭大法师赐下的身外化身神通几次改良得出来的指导人之法，也就是费一点树浆。李长寿笑道：前辈是不是觉得我这一具化身需要耗费诸多心血呢？云霄轻轻颔首，那双眸子冰洁无痕。不是吗？李长寿笑得十分的爽朗，老神仙皮都笑得胡子乱颤，又道：我有玄妙法，化身似剪纸，若前辈心中不安，我便将这幅画作收下，但是几件宝物大可不必。不然呢，前辈就未免太小瞧晚辈了。宝物收了又怕暴露，不敢我本体拿来用，只能给指导人防身，没什么太大意义。那一批小灵树早已经长大了。当下李长寿将那画卷捧了过来，稍后就去悬挂在海神庙后堂中，小小的提升一下他海神主庙的格调。云霄这才是露出浅浅的笑意，放下了一件心事。他将其他几件宝物收起，对李长寿浅浅地做了一个道揖，柔声道：今夜多有打扰，也给道友平添不少麻烦。本来是想来此地还上人情，不曾想又坏了道友的化身。若道友后面得了空，还请来我三仙岛上坐坐，容我补偿一二。李长寿连说：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与云霄互作道揖，云霄就告辞离去。他驾云飞入夜空，化作一团淡淡的云烟，宛若融入了夜幕画卷中，就这般随风而走。多好的仙子啊！李长寿心底轻轻一叹，可惜有其他三兄妹拖油瓶，自身又过于重情义。李长寿自不愿意再与三霄和赵大爷有什么交集，以免封神大劫时为劫运所牵连，但是心底又有一点小小的微妙的期待。今晚还真是多事啊。李长寿伸展了一下筋骨，看着手中这画轴，漫步走向后堂。有情师妹刚才见到了我指导人的真实修为吧？这个有些难搞啊。李长寿的心底一阵思索，想着该如何如何解释才能让有情玄雅为自己保守这个秘密，且不会胡思乱想。正此时，灵娥已经是驾云飞到了丹房外面，熊灵力也扛着那只紫光环绕的雷神锤，呼哧呼哧地跑到了大阵外围。显然他们刚才也被天威所惊动，只是此刻被困在阵法之外，无法靠近此地。李长寿略作思索，对灵娥传声叮嘱几句，灵娥立刻点头答应。灵娥此时已经是跟熊灵力混熟了，对熊灵力交代几声，说自己师兄只是在练功，便带着熊灵力回到了湖边草屋。李长寿的心底仔细构想了一些说辞，试着分析了一下有情玄雅的脑回路。等万事俱稳，李长寿才睁开双眼，看向了月光中打坐的有情玄雅。似乎是感觉到了李长寿的目光，有情玄雅睁开眼眸，睫毛弯弯，酒窝浅浅。让李长寿有些不解的是，
此刻他这双眼眸比他来时亮了何止是100倍呀！有情师妹，师兄你不必多说，我懂了。李长寿一口气儿没喘上来，差点就直接翻在蒲团上了。懂了什么？又懂了什么？不，有情师妹，你不懂。师兄，我懂。你真不一定懂。李长寿忙道：有情师妹，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出口，只是在心底一直无法说出来。有情玄雅轻轻地抿了一下嘴唇，俏脸满是正色，言道：长寿师兄，你且说就是，我定全都记在心上。李长寿语重心长地教育道：有些事，有些话需要直接说出来，互相坦诚交流，这样彼此才能够互相了解对方的心底所想。勿要多猜，须得多问。听闻李长寿此言，有情玄雅认真地想了想，很快又点点头。玄雅明白师兄所说的话语，今日便与师兄坦诚相见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这才对。不是，坦诚相告就是了，别相见，太容易让人误会了。他刚要开口，有情玄雅却已经是先一步说道：师兄，回来之后我思索了许久，不断拷问本心，破灭心底魔幻。如今我道心坚固，已明本心所想。既然师兄说要咱们坦诚相见，那玄雅便说了。这莫非是让他说出来我再拒绝，还是让他干脆别说出来？李长寿的心念急转，很快就有了稳妥的选择。当下有情玄雅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几乎与李长寿同时开口：师兄，拒绝，我会努力在修为上改善你的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李长寿嘴角抽搐，禁不住一手遮掩。有多你没事你说大喘气儿干什么呀？有情玄雅眨眨眼，那张俏脸突然有些泛红，下意识地错开视线，看向一旁的月光，在薄唇之间挤出了一句嗔冠：师兄在想什么？误会了啊！李长寿一扫衣袖，神色恢复如常，淡定道：有情师妹，你莫往心里去，我还以为是这种事呢。是我有些太过于自信了。并非如此，师兄，你并未误会。有情玄雅再次注视着李长寿，道：其实玄雅对师兄颇为仰慕，只是今夜所见，让玄雅明白了与师兄的差距。师兄，你刚才那纸人所展露出的仙力，比玄雅此刻之仙力高明了何止100倍。玄雅虽不明师兄具体修为境界，但当时就在师兄被毁的纸人身旁，心底唯一的感觉便是渺小与无助。那一刻玄雅突然明白，师兄才是真正的高人。此事也是我想……师兄可否听我说完？好，抱歉，不该打断你。有情玄雅的笑容多了几分温柔，继续道：师兄，接下来我会闭关10年，稳固自身道心。此刻我的心是有点乱的，刚才师兄与掌门师祖的话语，我差不多也明白了些许。回想与师兄北周初次相逢，直至今日，玄雅受了师兄太多关照。师兄不愿让门内知道你隐藏修为之事，玄雅在此立下大道誓言，若暴露与旁人知晓此事，定遭天罚天谴。轰隆一声闷雷在云外炸响，这般誓言却也算了数。有情玄雅轻轻呼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。李长寿的心底倒是莫名的有些心虚，也随之起身。师兄，有情玄雅道：玄雅可否问师兄2个问题？师妹请问。有情玄雅问道：当日渡仙门遭袭，有3位义士救渡仙门于危难，可是师兄的纸人？李长寿缓缓点头：
师兄放心，此事我会保守秘密的。还有，那日地脉挪移阵后，有天仙来袭，师兄可是故意将我等几人迷晕，而后独自迎敌。李长寿再次点头，是。有秦玄雅立刻做了一个道揖，定声道：玄雅带门内众弟子，谢师兄出手相救。李长寿抬手抚须，笑道：啊，呵呵，我也是杜仙门的弟子，只是因为一些此刻不能与你言说的原因，不能显露真实的修为。我懂的。有秦玄雅轻声说着，那双眸子脉脉，嘴角笑意浅浅，长发微微飘动。她就站在月光中，宛若毫无瑕疵的神女玉像，又出尘脱俗，不染半分尘埃污浊。有秦玄雅轻轻一叹，对李长寿道：玄雅成仙飞升之后，还以为能在前路等师兄，却不曾想原来一直是师兄在前路。我从未真正看到师兄的背影，今后师兄依然是玄雅的指路明灯，是督促玄雅刻苦修行之榜样。玄雅心里的话已经说完，若师兄无事，玄雅这边告辞，回去闭关修行了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言道：若修行有疑难，可来寻我，我会为你尽心解答。有秦玄雅含笑点头，却道了一句：但我更想凭自己去望到师兄的背影。师兄，那我先回了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有秦玄雅也做道揖回礼。随之他转过身去，迈着轻盈的步伐驾云离开丹房之地。